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2月2日星期二，佛历1月上12，万象晴，17到31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今天是国庆节，外贸银行维持昨天的汇率不变，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27基普。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0.72基普，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35基普。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1209.76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1.72 点，跌幅 0.14%。开盘1220.13点，最高1224.93点，最低1187.84点，成交量647400股，成交金额78288万6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00基普，交易量3405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外贸银行，收盘价1850基普，交易额30601700基普，其次是联合发展银行和萨万尼。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472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34万基普，跌幅 0.75%。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1月26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39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13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12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老挝越南深化双边合作关系。应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邀请，越共总书记苏林率高级代表团于12月1日至2日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参加老挝建国50周年庆典，并共同主持了两党2026年度高级别会晤，旨在深化伟大友谊、特殊团结和全面合作。12月1日，苏林总书记受到隆重欢迎后，与通伦总书记举行正式会谈，双方通报了各自发展情况，并高度赞扬双边关系在所有领域的持续发展。通伦西苏里主席对越方的巨大、宝贵、及时和高效的援助表示衷心感谢。苏林总书记承诺将继续支持老挝并深化特殊关系。会谈后，双方见证了12项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2. 老越友谊文艺演出隆重举行。为隆重庆祝老挝建国50周年，老挝越南友谊文艺演出于11月30日晚在万象国家文化宫举行，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携夫人以及高级领导、外国使节和各界人士出席观看。文化与旅游部部长宋萨万维亚吉致辞指出，此次演出旨在庆祝国家在过去50年保卫和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并呼吁青年一代弘扬爱国精神，加强团结珍视并发展国家文化，推动国家融入区域和国际社会，以光荣实现目标。本次文艺演出共有老挝和越南的18个精彩节目，包括管弦乐、歌颂解放斗争胜利的歌曲，以及展示老挝特色的水纹图案服装秀等。3. 中国援建老挝5所学校图书馆。12月1日，由中国南方电网联合老挝国家电力输送公司和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图书馆和教学设备捐赠交接仪式在万象市举行。此次活动向万象市、乌多姆赛省和琅南塔省的5所中小学捐赠了5个图书馆及配套教学设备。老挝国会副主席宋马彭塞纳等出席见证。宋马彭塞纳副主席表示，此次援助不仅改善了学校的学习环境，也象征着老中友谊的紧密。中方代表均表示，图书馆是连接中老、开启老挝儿童通往世界之门的平台。多家中国企业还向5所学校捐赠了自行车、背包和体育用品等5000多件物品，总价值达 22.8亿基普。4. 彭萨万银行在乌多姆赛省开设第64个新服务网点。12月1日上午，老挝彭萨万银行在乌多姆赛省蒙塞县农芒达村开设了新的服务网点，这也是该银行的第64个网点。
彭萨万银行总裁西维莱彭马占和老挝央行驻乌多姆塞省北部地区副行长艾索苏万等出席了开业仪式。彭萨万银行总裁西维莱彭马占介绍，银行成立20年，员工已增至957人。银行愿景是成为老挝领先银行，并提升老挝银行业的标准。老挝银行副行长艾索苏万表示，新网点的开设已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其目的和意愿是为乌多姆塞省民众提供金融服务，使其更容易获得资金来源。5. 沙湾拿吉举行英汉塔敬拜节。11月30日，沙湾拿吉省英汉塔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英汉塔敬拜节开幕式，以促进2025年度旅游业发展。沙湾拿吉省长本琼乌本巴塞以及来自印度和泰国的国内外代表和各界人士出席。副省长通塞塞亚旺坎迪致辞宣布开幕，强调活动宗旨是保护和弘扬沙湾拿吉省各族人民的优秀传统、文化习俗和独特智慧，促进旅游业发展，发挥其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力，为当地社区创造就业和旅游收入。活动内容包括介绍英汉塔的历史和佛陀传说、传统的风腊塔游行和布施等宗教仪式，以及艺术表演、地方美食和来自国内外的大量商品和服务展示。仪式以冥想九响锣象征吉祥开幕。6. 占巴塞省4家酒店签署合作备忘录，为提升服务水平，共同推广旅游业。老挝占巴塞省的4家主要酒店：占巴塞大酒店、占巴宫殿酒店、爱侣湾河畔酒店。巴塞酒店于12月1日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省办公厅副主任塔马威苏里亚阿和省文化与旅游厅副厅长苏林帕塔尼出席并见证。苏林帕塔尼副厅长强调，此合作旨在共同发展酒店服务和管理，推广国际标准的住宿，落实国家5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并增强酒店实力以吸引更多游客。合作主要内容包括共同宣传推广，推动占巴塞旅游业达到国际标准，依据星级标准一致制定客房、会议室、宴会厅的基础销售价格，交换客户信息及特殊合同价格，以便在客户转介时使用。7. 中方包机在泰接返1208名缅甸电诈逃犯。为打击跨国电信诈骗犯罪，在中国、缅甸和泰国3国政府的合作下，中国于12月1日至4日派出官方包机，从泰国达府美索国际机场接返了1208名中国籍电信诈骗嫌犯。这些嫌犯是上夜从缅甸妙瓦底省 KK 园区等地区逃离的电诈团伙成员，被缅甸军方逮捕后，经外交途径通过泰缅边境移交给泰国。首批300名嫌犯于12月1日上午被移交，中方将在4天内安排每日6个包机航班，完成全部1208名嫌犯的遣返工作。此行动体现了3国对打击全球诈骗犯罪的合作决心。8. 万象市东昌公园项目启动。万象市中心的新地标，面积达31500平方米的东昌公园项目于近日已正式启动建设。该项目旨在将湄公河下游沿岸区域打造成新型城市综合体。项目建成后将成为集旅游、活动中心和大众健身于一体的综合区，观赏湄公河日落美景的地点，方便安全的公共停车场。项目目标是通过支持本地企业和中小企业，创造就业，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实现万象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通知呼吁周边民众和商贩知悉并配合施工安排。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